宇宙的中心是什么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几百年来，人们为此上下求索，但这段探索之旅的结果却十分奇怪。如果你想知道公元3世纪的希腊人对于这个问题给出的答案，你就应该去问亚里士多德。他所做的就是仰望星空，相信自己所看见的一切。他想，既然我们在地球上抬头便可看见天上的星星，那么地球就一定是宇宙的中心，不是吗？他认为宇宙是由4种元素组成的：土、水、气和火。这些元素在层层嵌套的固态透明球形壳之间的夹层中流动。每个浮于夜空的恒星和行星都有它们自己的透明球形壳，宇宙剩下的部分和所有的星星构成了最后的透明球形壳。如果观察天空随时间的变化，你可以发现这个理论能很好地解释你所看到的变化。几个世纪以来，这就是欧洲和伊斯兰世界的宇宙观的中心。但是在1543年，一个叫做哥白尼的人提出了一个不同的模型，他认为太阳才是宇宙的中心。许多人难以接受这一激进的新思想，毕竟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才符合人们日常观察到的景象，而且也是对人类核心地位的一种赞颂。但是一系列奇怪的发现让人们无法忽视日心说。首先，约翰内斯开普勒指出，行星运动的轨道并不是完美的圆弧或者球形。其次，伽利略通过望远镜发现木星也有围绕自己的卫星，这一系统完全与地球无关。然后，牛顿提出了万有引力定律，证明所有的物体都互相吸引。最终，我们不得不放弃了地球是宇宙中心的想法。哥白尼死后不久，在16世纪80年代，意大利修道士乔尔丹诺·布鲁诺提出，夜空中的星星都像太阳一样有自己的行星，并且宇宙是无限的。这一理论并未得到广泛认可，布鲁诺因为他激进的言论被烧死在刑柱上。几个世纪之后，哲学家勒内·笛卡尔提出，宇宙是一系列螺旋体，他称之为漩涡，每个恒星都位于一个漩涡的中心。时至今日，我们发现星星的数量远多于亚里士多德所能想象到的。随着威廉·赫歇尔这样的天文学家发明出更加先进的望远镜，事实变得愈加清晰。我们的太阳实际上是银河系内的诸多恒星之一。我们在黑夜里看到的印记又是什么呢？那是其他的星系，跟我们所在的星系银河系一样庞大。可能我们与宇宙中心的距离要比想象中遥远得多。在1920年代，天文学家研究星云，想弄明白它们的运动规律。根据多普勒效应，向我们飞来的天体会导致谱线蓝移，飞离我们的天体则会导致谱线红移。但我们只能观察到谱线红移，所有星星都在以飞快的速度远离我们而去。这些观测是如今我们称之为大爆炸理论的证据之一。根据这个理论，宇宙中的所有物质最初都来源于一个单一的密度无限高的微粒。某种意义上说，我们所处的这部分宇宙曾位于中心位置，但这个理论完全放弃了宇宙中心的想法，因为无限的宇宙根本无法有中心的概念。大爆炸并不只是空间当中的一次爆炸，而是空间本身的一次膨胀。新的发现表明，虽然我们的探索存在局限，但我们推测和想象遥远宇宙空间的能力是无限的。我们今天所认可的事实，有可能很快就被颠覆。以上提到的许多思想家都认为，有时候人类最狂野的想象可以引领我们找到奇妙而令人震撼的答案，并推动我们向更加复杂的问题发出挑战。还没准备好回归现实生活？观看这些视频或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即可继续探索科学、哲学和宇宙的奥秘。